大殿內，香煙缭繞，劉俊偉收起平日那副吊兒郎當的神情。他雙手握着一大把清香，站在神像前，腳步沉穩如山。他深吸一口氣，聲音低沉且帶有一種奇妙的韻律感，開始向列位王公稟告今日的遭遇。信是劉俊偉、許彥軍遭邪祟糾纏，懇請17位壯士與義犬公做主，斬妖除魔，護佑平安。語畢，劉俊偉神情嚴肅地從神桌上拿起角杯，往空中一拋。咔咔咔，清脆的角杯落地声響起，連續3次都是一正一反，連續3個聖杯。就在第3個聖杯落地的瞬間，神案上那個沉重的銅製香爐，原本緩緩升起的青煙竟猛地燃燒起來，化作一團熾熱的火球。那是民間信仰中神迹顯赫的發爐。劉俊偉毫不遲疑，竟直接將那串斷裂握在手中的黑檀木佛珠探入了香爐那团熊熊烈火之中。阿偉，你的手！許彥軍驚呼一聲，下意識想衝上前阻止，但就在這剎那，許彥軍覺得後頸那塊皮膚像被烙鐵燙過一般，傳來一陣劇烈的熱度，那熱流順着脊椎直衝腦門，最後匯聚在雙眼之中。他感到眼球一陣沁涼，像是滴入了某種極致純淨的泉水。原本眼前的畫面開始劇烈扭曲、模糊。他下意識地摘掉鼻梁上的黑框眼鏡，整個人愣在原地。沒有眼鏡的世界，竟然清晰的連空氣中的塵埃、香爐噴出的火星軌跡都看得一清二楚。不只是清晰。他看向劉俊偉，竟發現阿偉伸進火中的右手正散發着奪目的金光，而那金光的源頭是一條如同細蠶絲般的金線，一路連向一旁的神像。在那裡站着一位全身籠罩在淡金光芒中的男人，他身材魁梧，腰掛長刀，神情剛毅，眼中透着一股守護鄉土的威嚴。而在男人的腳邊蹲着一只同樣發出金光的土狗，正對着廟門口齜牙低吼。這是彥軍喃喃自語，嘴巴張得老大。那尊散發金光的男人似乎察覺到了彥軍的視線，微微轉過頭，兩人的目光在虛空中交匯。虛空中神威浩蕩，神奇的靈光交織流轉，壓迫感讓人屏息。這時只聽見18王公緩緩開口，聲音如同洪鐘大呂，帶着無上威嚴，在神魂深處轟然震盪。你已有你自己的緣法，殊為難得，今便助你開啟靈瞳，勘破虛妄，往後更當勤加修煉，好好修行。話音剛落，一抹玄妙的熾熱神光驟然化作流星直射而來，剎那間融入了許彥軍的雙眼之中，灼熱的靈能瞬間炸裂開來。聲音厚重如鐘，震得彥軍頭皮發麻。隨即男人與義犬的金光漸漸淡去，隱沒入金色神像之中。劉俊偉的手也在此時從火中移出，原本暗淡的黑檀木佛珠，此刻竟像燒紅的鐵丸，通體流轉着細微的金芒。走，解決掉他！劉俊偉低喝一聲，猛地轉身衝向神殿門口。廟門口那團黑影察覺到殺氣，黑線劇烈收縮，試圖逃回下方的陰影中，但劉俊偉快如疾風，他右手一甩，一顆黑檀木佛珠伴隨着破空聲呼嘯而出。噴！帶着金光的佛珠撞擊黑影，竟然像小型手榴彈一樣炸開金色的火花，黑影發出一聲凄厲的怪叫，身軀被打碎了一角。
劉俊偉動作不停，像是在機場搬運貨物那樣，節奏精準，一顆接一顆，18顆佛珠如連珠炮般射出，每一顆佛珠擊中黑影，都會引發一陣金光閃爍的淨化效應，將那團粘稠的黑暗逐一撕碎蒸發。當第18顆佛珠落地，廟門口最後一絲扭曲的陰影徹底消散。那一抹殘留在天際線的橘紅色夕陽早被夜幕吞噬殆盡，空氣中只剩下陣陣冷冽的夜風吹過石板路，帶走了空氣中殘留的焦灼氣息與詭異的陰氣，一切回歸死寂。劉俊偉大口喘着氣，原本矯健的身姿變得有些踉蹌。他默默地走回大殿，將地上散落已变得暗淡无光的佛珠一顆顆撿起，用紅包袋收好，恭敬地放到神桌上。他點了3炷香，再次對着王公像稟告一番，隨後拿着紅包袋走到廟外角落的金爐旁，點火燒掉。做完這一切，劉俊偉扶着膝蓋，原本壯碩的身體顯得極度疲憊，臉色慘白如紙。我累了，現在你回去牽車。劉俊偉有氣無力地對着還在適應新勢力的燕軍說道，然後我要回家睡死，這次的事下次再聊。燕軍看着阿偉疲憊的神情，心裡有無數疑問，卻也知道現在不是提問的時候。他點了點頭，幫忙扶着阿偉跨上機車。此刻街道兩旁的舊式路燈早已全數亮起，慘白的光芒照在空蕩的街道上。許燕軍載着阿偉，兩人的影子在昏黃與慘白交錯的路燈下被拉得既長又凌亂，宛如這平靜城市中裂開的一道細縫，透着一股說不出的凝重。回到市區，各自取車回家。許燕軍騎在路上，摸着自己完好如初的背脊，又看了看儀表板上清晰無比的指針。他知道，從今天起，那個戴着眼鏡、隨性生活的平凡大學生已經留在了那間泡沫紅茶店的2樓。這個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不要忘記幫我按讚、留言、訂閱、加分享，下次會更努力製作，期待您再次觀看。